市仙奥新停车场内，因琐事与被害人杨天发生争吵，后趁杨天下车之际，故意加速驾车撞倒杨天，又再次碾压，致使杨天在停车场内头部、肝脏、肾脏等多器官损伤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的规定，本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此致江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官高健。被告人马月月，你可以就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向法庭陈述。我撞了杨天，但是我没有再次碾压，我没有杀死他。肃静。果然这样翻供，这种翻供很考验公诉人的综合能力。被告人马月月，公诉人现在对你讯问，请你听清楚问题之后，直接如实的回答。好。你是怎么到案的？我是自己去的派出所。有人强迫你投案吗？没有。那么，当时你说的杀人了，你指的是把谁杀了？我当时说的不对，我没有想杀他。马月月，你要听清楚我问的问题。我问的是你当时所说的意思，你杀的是谁？至于你有没有杀他，稍后我会让你解释。杨天。你当时是怎么跟公安机关说你杀人过程的？我记不住了，我当时说的不是真的。既然记不清楚了，为什么那么确定，说你说的不是真的？我说我杀了杨天不是真的，我没有再次碾压。就是说你曾经说过，你再次碾压过他。是。肃静。高健是一个很有庭审经验的公诉人呐。案发当天，你和杨天确实去了露天停车场吗？是，我开车带着他。去做什么？我跟杨天约好的是去谈工作。你们有没有发生争吵？有。为什么？他欺骗了我的感情，对我不负责任。然后呢？我们在车上谈工作，谈了一会儿，没谈妥，然后他就下车喝啤酒，我就开车撞了他。能不能明确的说一下，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我和他有私情。你胡说！你这个坏女人！你害死了我丈夫，还有他同时告诉肃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本庭只能请你离开法庭。公诉人可以继续提问。你说你开车照向被害人，那之后被害人有什么反应？他躺在地上，我确定他没有死之后，我就开车走了。既然他没有死，你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我害怕。是怕他死，还是怕他不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很害怕，我都是很害怕，很害怕，我求求你们了，不要再问了。行，班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辩护人有无问题？没有。班长，别急。辩护人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高健应该能应付。还证人孔令新到庭。那天我看见被告人他们的车开进了停车场，他们开着车进了停车场以后，好长时间都没下车，我就觉得奇怪，就远远的看着。再回来的时候，看见那个女人开着车飞快的就跑了。我赶紧的就报警。我的问题问完了。辩护人有什么需要提问的？
有。孔先生，按你所说，从被告人的车辆进入停车场，到你看到被告人的车辆离开，这段时间你并没有一直看着他们，对吗？是的。下一个问题，你说看到他们车辆进入停车场之后，你好奇了，请问你好奇什么？到地方干嘛不下车啊？是不是当时车上有一男一女，所以你有了一些其他的联想？审判长，辩护人的问题和本案无关。辩护人，请注意你的提问内容。好的，审判长，我没有其他的问题了。邓凯文的提问方式很奇怪。传证人王美玲到庭。证人王美玲，你可以开始向本庭陈述你的证词。我觉得这两个人的关系不正常，那出事是早晚的事情啊。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俩在办公室吵得很凶的，很大声音的。为什么吵？好像是什么招标投资的事情啊。喊了一句很大声的话。喊的什么？你们要想这么做，除非我死了。审判长，公诉人要申请本案的最后一名证人到庭。在现场吗？对。你不想说点什么？您就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能办回来吗？我相信邓凯文。雷同，是控方申请到庭作证的证人，所以先由公诉人向证人发问。案发当天，被告人和你在一起吗？是的，开始我们在一起，后来他说有事，就出去了。是什么时间出去的？中午12点左右。几点回来？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他回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当时他一脸憔悴，面带几分惊恐，总之就像是经历过什么可怕的事情一样。那你有没有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问了，起初他不敢说，我问了好几次，他才告诉我。他跟我说，他杀人了。肃静。他说杀的是什么人？杨天。怎么杀的？开车撞死的。就这么简单？他说，他开车撞到杨天后，下车一看，杨天还活着，于是又回到车里，把杨天给压死了。审判长，我的问题问完了。辩护人对此是否有疑问？有。请问，证人雷同先生，你的妻子，也就是被告马月月发生撞人事件的时候，你人在什么地方？我在家里。案发当天中午11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你的妻子回家之前，你一直待在家里没有出去过？是，我一直在家。请问，平常你和你妻子的关系怎么样？很好。很好。是。可是根据邻居反映，你们夫妻之间经常吵架，甚至为此惊动过110。我手上有一份110的接警记录，你需要看一下吗？辩护人，这份证据与本案毫无关联，就没必要在法庭上展示了吧？审判长，辩方不是要把这些作为辩方的证据，而是要提醒证人在法庭上要实事求是。我承认，我们是吵过架。不过，你没跟你老公吵过架吗？肃静。请问你认识被害人杨天吗？不认识。你的妻子和杨天
同是昊天箭头的高管，你不认识他？你老公单位的同事，你都认识啊？雷同，你有没有跟踪过你的妻子？跟踪？这哪儿的话？没有。没有。确定没有？没有。那可以评价一下你的妻子吗？她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很适合搞管理。她尊重你吗？当然。她从来没有尊重过你，而且和别的人过从甚密，所以你心里一直恨她。但是因为她挣的钱比你多，所以你一直敢怒不敢言，是不是？你凭什么这么说？审判长，辩护人在主观臆测，并且攻击我方证人的人格。辩护人围绕重点发问。审判长，并非辩方没有重点发问，而是控方的证人从一开始就谎话连篇。首先，他说他和他的妻子关系非常好，但是直到辩方拿出了接警记录的时候，他才突然改口。其次，证人雷同说自己不认识被害人杨天，但是雷同曾经到昊天箭头去找过杨天质问，被马月发现之后把他赶了出门。临出门之前，雷同对杨天咒骂，咒他出门被车撞死。这里有王主任的询问笔录。证人，辩护人说的这个情节到底有没有发生过？有。就是说你刚才在法庭上说你不认识被害人杨天，是在撒谎，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是。雷同，案发当天你有没有到过案发现场？证人，请回答我的问题。没有，我刚才说了，我一整天都在家。审判长，请允许辩方在法庭上播放一段案发当日马月月家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雷同，案发当天，你跟着马月月去了什么地方？我只是随便溜达了一圈。你没有到过案发的停车场？没有，绝对没有。雷同，案发当日，你有没有去过照片上的地方？没有。但是我们在那里发现了男人的脚印。从照片上看，这是一个很偏僻的角落，楼梯常年弃之不用，门锁被人破坏，说明有人通过这里进入了停车场。正因为常年无人打扫，所以才使得痕迹保存了下来。你随便拍个脚印儿，就说是我的。我并没有说这是你的脚印。我们已经申请了证据保护，至于是不是你的脚印，有关部门自然会鉴定。小姐好。这不是我。证人雷同，我再问一次，案发当时，你是不是在现场？不要试图隐瞒。雷同，你的秘密
我可都知道。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你自己做过的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案发当天，你是不是也在现场？我是去了那个停车场，不过我那只是跟踪而已。跟踪？是。跟踪谁？马月月啊。我就是想知道他去了哪儿，我担心他，如果出现问题，我好保护他。如果你是要保护他，那么你到了案发现场之后，一定会确保马月月安全离开之后，你才离开。那么当你看到马月月撞倒杨天之后，月月，快上车，快！你要干嘛？杀了他！不要！不要！不要！让他去报警来抓你吗？不，你胡说，不是这样。那是什么样？反正不是这样。对，或许的确不是这样，因为你根本不是想要去保护你的妻子，你只是想要报复杨天。杨天跟马月月也有私情，你知道之后，你就计划杀害杨天，然后再说服马月月自首，替你顶罪。不是这样，你不要胡说八道。毕竟，一个男人最无法忍受的就是他的妻子对他不忠嘛。是又怎样？那个混蛋，他死活该，他早就该死。小铁总，董事长在吧？董事长在开个电话会议，谁都不见。小铁总，又是马月月。审判长，辩护人臆断事实，影响我方证人情绪。审判长，辩方只是根据常理和证据进行事实推断。审判长，证人现在已经处于心理崩溃状态，我请求暂时休庭。你是不是见到杨天还没有死？是。所以你上了驾驶座，从他身上碾过去，是不是？是。不是。肃静！你有什么证据？你恨马月月不忠，更恨杨天，是不是？你们不要再问了！你们不要再问了！审判长，辩方暂时没有问题了。本次庭审暂时到此，休庭。董事长。啊。小铁总。今天晚上回家吃饭吗？我还在学习呢。哎，这个案子，您好像胸有成竹啊。别乱讲啊！别忘了，可是您花钱让我去学了法律，你这么做，可是会妨碍司法公正的哦。你呀，少操点不该操的心吧！啊！是，我再提醒一句啊，管好你的女人，
别让他再添出别的什么乱子来。来，各位都辛苦了，恭喜邓总，恭喜邓总。哎呀，我心中除了感谢还是感谢，感谢各位这段时间的付出，感谢我的小师妹加盟我们律所。自从叶律师加盟我们卡米洛特之后，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啊！大家一起感谢叶律师。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也要谢谢你对我诸多的帮助。谢谢大家。来，咱们公司的口号是什么来着？胜者为王。胜利即正义。干杯！干杯 ！Cheers！ 大家都别闷着，说说自己的看法。首先，我检讨，控方证人被辩护人问成真凶，作为公诉人，我难辞其咎。话不能这么说，要说责任啊，我的责任比你大。记得当初，你心里不踏实，可是呢，我又没有同意向法院申请延期审理，所以现在说责任还为时过早。在庭审过程中啊，无论出现什么意外都属于正常的，关键是案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如果马月月真的不是凶手，那么我们该变更起诉就变更起诉，轻罪不能重判。如果凶手真的是马月月，那么我们一定要扎实的收集证据，把这个案子真正的办到水落石出。高健，你相信雷同在法庭上说的话吗？不相信。为什么？说实话，雷同出庭，我刚开始就非常犹豫，因为她是马月月的丈夫，如果他不愿意，我们根本就无法强制他到庭。但是他主动提出来要出庭作证，我当时也没多想，就答应了。现在回想，丈夫主动出庭作证，证明自己的妻子有罪，这本身就不正常。但是呢，控方啊有举证的责任，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说可能性，一定要用证据来证明事实。是，我们已经申请了延期审理，这段时间我们会自行补充，马立行他们配合。您放心，我也会全力配合高处的。好。提取现场所有物证，送技术进行比对。高健，我拿脑袋担保，这些证据之前绝对没有。第一次勘查是拍过照片的，一比对就知道了。不用比对也知道，行政人员怎么可能那么粗心？这么重要的证据不提取啊？这是明显的伪证罪啊！啊，这是公然的向我们挑战呢。挑战的不是司法机关，是国家法律。雷同在法庭上看似控方的证人，实际上他起到了辩方证人的作用，这比他直接做辩方证人更让人怀疑本案的真凶是不是马月月。而且，辩护人能在这么短的过程中落实这么多颠覆性的证据，来配合雷同，这整个过程我感觉很像是有人在背后导演的一出戏。邓凯文。叶子杰，我明白你的意思。说实话，马月月犯案的时候，我就怀疑过，也担心他们。我找过叶子琪，叶子琪跟我说，他不可能做这种事儿，我也相信他，因为之前他也跟我说过，他在询问雷同的时候，雷同很抗拒，
所以希望我们检察机关能够跟雷同沟通沟通，了解一下马月的杀人动机。从这点上看，我觉得他们跟这件事的关系可能没多大关系。那这案子麻烦了，那监控室看看去，仔细点啊！这些天都是你值夜班吗？不是，我们轮流值班。马月故意杀人案的涉案车辆搁在这儿，有人动过吗？没有，绝对没有。我一问你就说没有，你怎么这么肯定？这有监控视频。把10天之内的监控都给我调出来，一帧一帧看。是。马队，你先跟高处一块儿吃饭去吧，让小王慢慢查查。你平时喝点啊？不，没有。哦，那这是谁的？这不是我的。哦，我还以为是你的呢。不是我的。走吧。这事没完，有人发现马上给我打电话。是。你们就盯着，认真看啊。邓律师，第一次庭审不错啊，这是讲好的1半酬金。庭审还没结束呢，检方申请了延期审理，现在正在补充侦查，没准还需要2次甚至3次开庭。现在给钱为时尚早。不早，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增加律师费。廖先生不计成本，真是非常慷慨。生命比钱重要。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请教廖先生。马月月突然翻供，是不是你们做了工作？其实很简单。有人托我带句话给你。是谁？你的朋友。他说让你听律师的话，别固执。还说什么？没有了。比交谈。马月月，律师会见。邓律师，你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你自己的处境自己清楚吗？清楚。你在侦查阶段做的笔录我全都看了，你一直认罪。是。这样的话，辩护空间就不大了。你为什么主动投案，又承认杀了杨天？有人威胁你，你自己的处境，你自己清楚。如果你想要帮自己的话，你最好说出实情。你是想让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你涉嫌犯罪的辩护律师。你是一个出色的律师，马月月也很聪明，理解了你的意思。他说让你听律师的话，别固执。我要活着，我要出去。警官，来人啊！我要见检察官！警官，我是冤枉的，我要见检察官！警官。还有一件事儿，我想请教廖先生。雷同因为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被抓了，这只是个由头，警方肯定会继续追查他是不是杀人凶手。这也是我的疑问。我说邓律师啊，你呢，只管看好手里的支票，其他的不要好奇心太重了。请慢用。马立强，吃饭。
天了，你说这邓凯文疯了吗？他要掺和这事儿，我肯定办了他。你又没证据，你胡说什么呀？绝不会这么简单。吃饭。快吃饭吧，别虐待自己。那万一是自己工作出漏了呢？这怎么可能呢？你以为我们公安都废物呢？我可没那意思。赶紧吃饭。吃。别光吃饭，葱包羊肉，专门给你点的啊。来之前做一尸检，碎尸。就这事儿，没炒熟吧？故意的。他逼我说的。还挺嫩的，吃。不是。那你多吃点。快，马上到。好吃也别吃了，走吧。怎么了？看完监控了。哎，服务员，打包。雷同的身体状况很不乐观，咱们看守所没有康复设备，不能收容。那只能转到公安医院了。嗯。雷同又吐血了。看，就这儿，这10分钟断码。什么原因？可能机器故障。机器故障。看这时间是开庭前3天的晚上，那天谁值班啊？记不太清楚了。有值班记录吗？有，把记录拿出来看。哎，怎么了？我知道了。雷同体检的时候晕倒了，身体状况很不乐观，病情突然恶化，送到公安医院了。公安医院？什么病啊？严不严重啊？妈妈，你要查一下。雷同有重大疾病，破罐子破摔，跟辩护人串通，被马月月脱罪。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可是雷同替马月月顶罪，动机是什么？另外，我建议查一下他最近的财务情况，看看有什么可疑的财务往来没有。我觉得他有可能是利益驱使来做这个伪证。没错，现在马月月案件出现这么大的转折，每一个证据都要重新落实一遍。好的，走。雷同的情况怎么样？肺癌，确诊晚期。现在状况如何？被转到公安医院了，身体非常虚弱，不适合询问。法庭上也有不测风云呐。庭审的录像我看了，媒体在披露庭审的一些细节以后，网上说什么的都有。对不起，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不说这个事儿了，今天叫你啊是另一件事。公安局想请我们介入一个商业贿赂案，他们是在接到匿名举报信以后进行的侦查。经过初步审查，举报线索属实，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大案，已经立案，所以啊，请我们提前介入。好。犯罪嫌疑人叫廖波，现在已经羁押。公安部门在对他的住所进行清查的时候，起获了数百万元的现金和购物卡。廖波，我们在你家起获的贿赂款中，发现了昊天箭头的名字，你怎么解释？这事儿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我们既然提审你，就有足够的依据，老实交代。我真没见过这笔钱，我不知道实情，钱都是我老婆收的。那你认识昊天箭头的副总经理马月吗？我不认识什么叫马月月的人，那钱都是我老婆拿的，有事儿你们去问她，跟我没关系啊。你们既然不认识，
那你为什么叫他马月月而不是马月？他出什么事儿？这2个案子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很麻烦，你们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是。怎么这个时候被抓了？乱上添乱。事发突然，要尽快做出决定。董事长，我可就这么一个儿子呀。我知道了，你先去吧。高处，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办公室主任曾经说过，马月月跟杨天发生过很严重的争执，杨天还声称要去揭发什么事儿。有印象。那这个廖波如果跟马月月有关系，杨天的死会不会跟这件事也有关系呢？去通知马立行，我们去趟看守所。高处，马队长来电话了，他又去政务车辆停放处把协警小王请回来了。那先去刑警队。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监控室是黑屏的，我怕受处分，我赶紧修好。但是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回去等我处理吧。是。果然是人为的。谁这么大胆子，敢做这样的事儿啊？辩护人。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不管你们相爱的时间有多长或多短。干嘛呀？进我房间也不敲门。你念叨什么呢？语文课文啊。语文课文？对啊。不是又怎么了？给我看看，我怎么记上这学期的语文课？那课本封皮不是这颜色？不是就这颜色吗？给我看看。给我。语文书有什么好看的？给我。这是什么？你不识字啊？你才13岁，这些爱情诗你读得懂吗？就是因为读不懂，
才要看啊，学无止境，这不你说的吗？小双，上学期期末考试你语文成绩65，对吧？不是及格了吗？我要的不是及格，我要的是你每一科都是优秀。所以你应该把时间用在去真正读语文课本。现在你读这些爱情诗没有用的。爱情诗集怎么没有用了？我只有读了爱情诗集，以后才不会吃爱情的苦。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什么意思啊？谁是前车之鉴？你呀。我在咱们旧家看到过那个人录的影像，看起来你们当时很相爱，可最后你们不也离婚了吗？小双，我当时跟你妈妈确实很相爱。可是生活中不是只有爱情，你还小，这些事儿还不是你这个年龄需要考虑的。我不想懂你们的爱情，我只知道，我只是你们婚姻中的一个意外，一个谁也都不想要的负担。你怎么会这么想，小双？你从来都不是爸爸负担，从来都。你出去！我要睡觉了。出去！啊，没有浇花呢。是啊，你没去上班？没有。我呀，赢了半决赛，休息休息。对，我来吧。好，一会儿俺那边就能讲讲啊。哎，你们的庭审录像呢，我都看过了。你和凯文呐，准备的证据挺充分的，虽然有些证据突袭。但从总体上看呐，是可圈可点的。还不知道下面的状况怎么样呢，估计要赢啊也会很艰难，是吧？对呀，毕竟是您的高足，我可一次都没赢过他。这法庭啊，不是舞台，也不是战场，法律啊，才是法庭的主角。这个道理啊，你得明白。不能动不动就是胜利才是正义，偏颇了。这一点呢，我觉得高健比你懂。你们俩除了针尖对麦芒，就没有别的沟通方式？爸，这么多年啊，我也就证明了一件事，你呀就知道袒护高健。哼，我呀谁都不偏袒，我呀维护的是法律，信仰的呢。也是法律。爸，您教育的真对。那我上班去了。哎，你不是休息吗？您的话让我醍醐灌顶啊！我得去找高健上班啊，和他好好学习学习。您啊，就好好喝茶吧。随你那边。让你把手洗干净，你却浑水洗手，越洗越脏。该换水了，了不的事要尽快处理，你已经没有再犯错误的机会了。我是被迫。董事长，你看，谁呀？
马月月的丈夫雷同病得很厉害，癌症晚期，活不了多久了。其义子保全局走出这一步险棋。请进。高进，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案件交流。那我们换个地方聊。什么事儿？这儿可以说了。你让我喘口气好不好啊？嗯。你就这么点时间。我来就是想问一下，你们对现场复核的情况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打算对雷同提起公诉呢？你就那么着急想打败我呀？急不可待呀，这是我的人生目标。进来。这是现场的复核照片，已经确定了脚印确实是雷同的。鉴定科拿到了吗？拿到了。哎，别走。按照规定，办案期间会见律师，需要2名检察官。坐。还有什么情况？没关系，这个阶段证据要同步给律师。开始。谢谢。还有一件事儿，就是雷同的账户前2天发生了100万的变化。嗯，不是转进来的，是转出去的，对吗？对。如果没猜错的话，这100万应该是转给雷同的家人。是转给他母亲的，你是怎么猜到的？雷同癌细胞扩散，他在准备身后事。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就不是向律师开示的内容了。高处讲话真有艺术。我明白，接下来你们要谈的问题，我就不方便听了。那我先走了。慢走啊。我怎么感觉你们俩像有仇似的？这跟你有关系吗？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赶紧催鉴定科出结果。你随时联系我，我都有空。对，好的。哎，谢谢啊。怎么了？你情绪不高啊？我刚从检察院回来。嗯。被破坏的铁门上的指纹和地上的足印，都证明是雷同的。嗨，这不是好消息吗？干嘛不高兴？我这边也火力全开，我明天约了司法鉴定机构，从痕迹学入手，争取尽快把雷同涉案的证据给固定下来。这么快？嗯。我怎么觉得有人在背后操控着整个案子？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师兄，凭你多年的经验，你不觉得太顺了吗？你能不能坦白告诉我，是谁告诉你雷同有可能是肇事者的线索，或者说，是谁在背后替你出谋划策，引导着我们整个辩护的方向？不过，我建议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她的丈夫雷同，你看一下。没有，一直是我在主导。是吗？啊？我怎么觉得我们在停车场发现的那个神秘人，他出现在那儿，
为的就是故意引导我们去发现新的证据。先生，凯文，人呢？你想多了。有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马月月一翻供，她老公雷同马上跳出来做控方的证人，而且在法庭上，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被我们给问翻了，你觉得奇怪吗？你有什么证据？你恨马月月不忠，更恨杨天是不是？你是不是见到杨天还没有死？所以你上了驾驶座，从他身上碾过去，是不是？你们不要再问了，是我杀了他。短短的时间里，这个案子出现这么多新的证据，我们简直是心想事成。你告诉我这是巧合，我不相信。凯文，我知道，我说过胜利即正义，但你知道我想要的胜利是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如果这个胜利是虚假的，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而且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麻烦。雷同的事，我希望你查清楚。雷同，你好，我们今天来呢是希望了解一下案发的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希望您能跟我们实话实说。该说的，我在法庭上都说了。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你的指纹和脚印，但这不能证明你就可以替他们定罪，您懂吗？人是我压死的，凶手也是我。可是我们所了解的情况跟你说的完全不符啊！你们这么着急提审我，肯定是有别的原因吧？该说的我都说了，送我回去吧。我们现在查到了，您给您母亲的账户上转了100万。怎么？我没这个权利吗？有。如果这笔钱是您自己的，您当然有这个权利。当然是我自己赚来的。什么意思？丧葬费啊，还是抚恤金？这是慰问金。回去跟让你来的人说一声，这点钱买1条命，少了点。什么意思？支票不能用？我接下的是一个案子，但是我不想接下一个手雷。怎么？你想退出？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照着你制定的方向走。你告诉我雷同有问题，我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果然，雷同当庭就对辩方有利。我不喜欢这种被当作操线木偶的感觉。可是今天我们怀疑这笔钱跟本案有关。你们检察官不是说证据为王吗？你们查案，查出来我付。说出你的条件吧。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法官。来的时候，老板交代过，说没有谈不成的生意，只有谈不拢的价格。所以，你有什么条件，尽管说。我就问一句：如果做假证不成，怎么办？你当然有自己的办法。你看啊，你做什么事情能这么快赚到100万？再说了，你看你现在的身体，只会拖累你的家人。邓律师，你多虑了，没人操纵你，那是你的错觉。检察院确定了证据，雷同在案发时间到过现场。是，我当初也只是猜测而已，希望多提供一些背景资料，只是为了帮助你而已。现在怎么办？吃火锅。吃火锅？这么大的事儿，吃火锅能吃得下去吗？注意力转移一下，吃辣火锅，辣一下，没准就有想法了。叫上马立青一块儿。毕竟是夫妻，月月为什么这么做，又是为了谁这么做？想必您比我更清楚。雷同啊，你看啊，人这一辈子总要死，但死的一定要有价值，你说对不对啊？廖先生，我是个律师，我只在乎法庭上的事。如果您做了什么，我不想涉入其中。邓律师，这人生就像一个局，我们都在这局里面，接下来要做的是如何破这个局。哼哼，庭审又要开始了，我希望你集中精力，不要令我失望。如果我拒绝呢？哎，你们不吃肉吗？怎么又吃了？你师傅请客，嘛不吃？挺好的羊肉。确定是真的？确定的呢？不是鸭的，不是鸭的，是羊的。羊的。确定不是鸭的？确定。肯定不是鸭。你们俩打什么哑谜呢？给他讲讲。你说什么？我考虑拒绝辩护这个案子。我们之前在这儿吃过一次，很不愉快，因为羊肉是假的，鸭肉冒充的，我们投诉了，他们改进了。这次，不是鸭的，是羊的。这说明什么？鸭肉冒充不了羊肉，明白吗？你们是说我们的对手也有可能偷梁换柱？开胶。回到现场的痕迹很明显。什么痕迹啊？问你师傅。如果你是在拿整个律师事务所开玩笑的话，我不拦着。
现场发现的足迹很清晰，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力度。根据现场的刹车痕迹来看，踩刹车的力度很大，而且一般踩刹车都会用前脚掌用力。这些特征在这个足迹上没有显现出来。如果没猜错的话，有人只是用了雷同的鞋子，模仿了一个踩刹车的动作而已。可这都是你的猜测，证据呢？哎，别急别急，证据来了，看，嘿嘿嘿，有人借着雷同的病，让马月月脱罪。就是说，有人比我们先知道雷同的病，所以才这么做。有这种可能，到底是谁想帮马月月脱罪？这个必须要查清楚。动用了这么大的资源，这么多的手段，这背景很深啊。再深也得挖呀。雷同那边的情况怎么样？检察院的人今天上午又去医院了。雷同很懂规矩，什么都没说。可是我担心。担心什么？夜长梦多。夜长梦多，那就把他叫醒吧。明白了。小荣，陈文，你跟马队去咨询专家，我去落实马月的犯罪动机。好，这要不查清楚，后面还会出问题。我接个电话。喂，这现场伪造的可够高的。这是个专业的。什么意思？你让我去学校帮高双处理处分，我从小到大没见过处分长什么样，我不会啊。我这边有工作，实在是走不开啊。你要是实在不想去啊，那你告诉高处，让高处亲自去。哎呀，行，我知道了。那我忙了啊。拜拜。那下一步，给您请个假，下午有点事儿。干嘛去？不方便说。不方便说。行了，让他去吧，不用他跟着。年轻人嘛，请个假怕什么的？去吧，我替你师傅答应了。下次请假早点说啊。哦。别耽误正事。好。还是我好吧？走啦。小李总，我跟你说，老廖，这事儿你就放心吧。廖伯的事我不会不管的。谢谢董事长。去吧。廖叔，哎呀，铁梨啊，怎么几天都没来公司了啊？嗨，这公司有我没我不都一样吗？嗨，那可不一样啊。廖叔，最近跟邓凯文在密谋什么呢？邓凯文，不认识这个人。别骗我，我都看见了。我看见你们在一起聊天，而且最近见了可不止一次吧？哦，你说那律师是吧？见过，喝过咖啡。法律方面的事情，他可是刑辩律师。我知道，他们律所啊，跟咱们公司有法务方面的联系。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你爹呀，刚刚决定了，还没告诉你呢。明白了。怎么，还有别的吩咐吗？廖叔，您忙您的。好，我忙去了啊。
改天我也请你喝咖啡。好。高双，你给我站好了！哎，老师你好，我是高双的家长。你是他哪个家长啊？嫂子。嫂子。哦，上回是哥哥来，这回是嫂子来。那他爸爸呢？他爸在处理一个案子，有点忙。自己家的闺女都管不好，还能办好什么案子呀？老师，您找家长来呢，是为了谈高双的事儿，还是谈他爸爸的事儿啊？高双，你在这儿好好站着啊，一会儿再回来批评你。来，家长过来，自己看看啊。你真应该跟高双他爸爸好好说说。上课什么都不干，不听讲，瞎传情书。你自己看看吧，我都懒得说。这不像是情书啊，老师。我当然没有反驳你啊。双双才13岁，他可能都不知道情书的意义吧？你自己看一看，自己看一看。回来了。晚上爸再给你做点什么吃的。这镜子新买的吧？挺好看的。我去了趟医院。哪儿不舒服了？心里。你呀，少操一点儿你不该操的心，就会舒服了。我建议你也少做点不该做的事儿。我觉得我们老师太小题大做了。你怎么不跟你们老师解释啊？懂我的人不需要解释，不懂我的人没必要解释。还挺有个性，宁愿被罚站也不跟老师解释。人总是要为自己的理想付出点什么，罚站一会儿就过去了。叫家长，反正是你们挨的批评，也没什么。那下次叫你爸来啊。哎，这事儿别告诉老高啊，他也不懂我，我懒得跟他解释。我也不懂你啊。我觉得你还挺机灵，看来老高没白教你。他可没有教过我怎么被人批评。所以啊，我觉得你很有天分。哎，要不下次这种事情我就叫你吧。你可别啊，我这次来他就挺不高兴的，我很忙的。不高兴就不高兴吧，慢慢就习惯了。赶紧把电话号码给我一个呗。不给。不给我找小波哥哥要。给，手机给我。口酒。你给我滚远点儿！你谁呀你啊？你他妈少管闲事！没事吧？放心吧，都处理完了。哦，对了，你怎么样？对方没事吧？头上破了个口子，缝几针就好了。
放心吧，就没我解决不了的事儿。俗。我也觉得俗。走吧。你今天心情不好啊？没有啊。行，你不愿意跟我说呢，那我也不勉强你。跟我们家老爷子有点不愉快。就这事儿啊？那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呢。老人嘛，多哄一哄，哄一哄啊就好了。你个小丫头懂什么？走吧，送你回家。不行。为什么？现在都几点了，大叔？我现在回去，还不得被我爸和我姐3堂会审？你们家那么封建呢？哼，你姐是有一点，可你爸挺开明一人。哎，你不懂。那怎么办？没事，我今天晚上住酒店就行。行，那我走了。哎，你还真不送我一下呀？谢了。哦，你好。你好，这是一位姓铁的先生给您送过来的。哦，谢谢啊。喂 ，Hello， 怎么样？衣服收到了吗？衣服？哦，你说那刚刚那盒子啊？收到了，收到了。今天你的衣服都被酒给淋脏了，这事儿呢，说起来怪我。没想到嘛，你铁大公子还挺细心的啊。行，那我就谢谢你了。还有，谢谢你今晚陪我。晚安。品味还不错嘛。那个廖波，他有没有交代什么有价值的线索？这个家伙就是个滚刀肉，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他老婆，说钱是他老婆收的，自己一无所知。那他认识马月月吗？他不承认，但肯定认识。举报信在哪儿？啊，在这儿。这是举报信。这么简单？情况落实了吗？1年前，廖波用他妻子的名义，在江东市的芒果社区购买了3套价值3000多万的商品门面房，但购房的款项来源不一，除了一部分银行贷款和少量现金外，还有大量的支票和境外汇款。一个经理哪来的那么多钱呢？我们又针对以他妻子李某的名义还贷的100多万到银行去查证，这是当时的监控录像。看，这个人就是廖波。这个包里放满了现金。你把刚刚站起来跟他走这个人放大一下。好的。这不是杨天吗？从录像上看是的。马月月案件的死者，他们俩不但认识，这看上去交情还不错。是。这样，我建议你去找一下杨天的家属吴倩，问他认不认识廖波。好，我马上去。这个人你认识吗？认识。他和杨天什么关系？牌友。什么样的牌友？杨天生前常和这个廖波在一起打牌，他们还一起去过几次澳门。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来往？
您是指什么？借钱，还是贿赂？根据事实说吧。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好避讳的。这个廖波，确实从杨天手里拿过钱，杨天和马月月一起送过去的。你怎么知道的？我跟踪过我丈夫。为什么跟踪他？我怀疑他和马月月不干净，所以我就跟踪他。什么时间地点？为什么给他送钱？这些情况你都知道吗？警官，我都告诉你们。没想到竟然从吴倩身上打开了缺口。人死账不烂，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既然马月月是铁板一块，我们就寻找新的突破口。小柔，和高叔说一声，我们一块儿提审廖波。好。我现在在为下一次开庭做准备，你还有什么没说的？现在想清楚。我丈夫如果真的杀了杨天，你能不能告诉我他是什么罪名？这个，请你跟我说实话。故意杀人。量刑呢？刑法第232条明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么重？不过什么？不过他应该暂时不会被提起公诉。为什么？病情急剧恶化，他现在在医院。病？他得病了？什么病啊？你不知道？癌症，晚期。癌症？不可能！他人现在在哪儿？他怎么样了？他在医院，刚急救过来，但情况不是很好。不可能！还有什么办法吗？没有别的办法，再打1支毒冷钉。我们好像见过吧？我们见过吗？5年前，我记得好像是市政府举办的一个联谊会，当时你刚从澳大利亚回来，算是本市引进的海归人才。谢谢你还记得我。那我们也算是熟人啊。我问你一些问题，希望你能如实回答，好吗？要是我能记起来，就全告诉你。认识马月月吗？本来忘了，但是后来警官提醒了一下，我们见过面。杨总，这是那个工程的进展情况，您抽空看一下。
我看有用吗？都是你们做好的。杨总，您什么意思？我好像不太清楚。这个大桥的工程，铁人光找了我，一起围标串标。工程到手了，我就分这点钱，你们好意思？那是您和铁总的事，我不清楚你们是怎么谈的。昊天名义上虽然是我的公司，但是80%的股份是你替铁荣光代持的，你还敢说你不清楚？我和他没关系。认识杨天呢？记不清了。那马月月杀了杨天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这么大的事儿，谁不知道啊？但看上去好像你并不觉得意外。没有，我跟他们又不熟。不熟？要不，我是希望你能把你了解的情况如实的跟我们讲，这样可能会对你的量刑有一些帮助，你懂吗？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真够劲爆的呀！让我杨天出去围标，出了事我杨天还得担着，你俩呢，坐在背后数钱。你真当我是白痴呢？你是铁荣光的女人，更是我的副总。这到了嘴边的时候，要是不吃一口，心要难耐啊！老铁眼光果然不错，的确是个尖儿货。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了，我希望我们仅此一次。仅此一次？你以为你跟我睡一觉就行了？你把我想的也太简单了。回去告诉铁荣光，我要和他分享所有利润的一半，包括你。你的胃口是不是大了点儿？我胃口大。铁荣光涉嫌围标串标，还使用不合格的钢材。如果我把这些事情都捅出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跟杨天一起去过澳门3次，住的都是同一家酒店，往返飞机坐的位置都是挨在一起的。你还说你跟他不熟？这份证据是杨天妻子提供的，你们不但很熟，而且还有资金上的交易。你看看这个画面，这是你在银行交贷款的时候，你还是老实交代吧。
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我跟杨天认识，不仅认识，还是好朋友。杨天跟马月月有矛盾，但是具体的事情是因为龙山大桥的建设引起的。跟龙山大桥有什么关系？龙山大桥的事，杨天要汇报。多少？利润的1/2。还有呢？没了。杨天说，只要你答应他，这件事儿他就全都不知道。胃口还不小呢。当初我把你派过去当这个副总经理，就是为了要遏制这个杨天。现在他变本加厉，想拿龙山大桥的事来威胁我。你如果不答应他这件事，他一旦爆出去，你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创下的基业，就全都毁了。不可能，他只是蚂蚁撼树。什么？谈何意？昊天箭头拿下了龙山大桥的钢架结构工程，然后杨天是昊天箭头的总经理，马月月是副总经理。但是实际上，马月月已经把杨天给架空了。他从这个项目里挣了一大笔钱，但是他不想跟杨天分。你少喝点儿。我觉得这个马月月赚了钱还不懂事儿，你有必要对他这么客气吗？我手里有他的把柄，如果他要是不给钱，我就把证据都抛出去，索性大家一起死。马月月不仅从中挣了很多钱，而且他串通了其他公司，对这个项目进行了串标和围标。在这个工程的建设当中，用了很多不合格的非标钢材进行建设。杨天就是误了这个把柄。马月月因此对杨天动了杀机。这个我真不知道啊，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们了。